东八仙山溪谷与邻近记录。清晨的行程从宽阔的碎石河床开始，队伍先沿着较平缓的水路方向前进。松动碎石与大小不一的岩块，使每一步都必须先确认落脚点。路线在岩壁与溪床之间延伸，地面不时出现浅水与盗木。没有明显铺设的步道，前进方向多半顺着地形判断。那边比较好走，这边比较危险。谷的稍微开展后，视线也从脚下转向两侧山壁。岩块逐渐变大，行进速度自然放慢。队伍选择较稳固的石面通过。避开松散碎石带的同时，每一步也在寻找下一个安全支点。蕨类与溪谷植被开始靠近路线，灰白岩面间多了一层绿意。走出狭窄路段后，队员在大石上短暂停留，也用手机留下沿途影像。小心一点。这段停留让步调稍微放缓，队伍也重新确认接下来的方向。坐一下。坐这边就可以了。坐个石头。完成简单整理后，队伍离开岩面，继续往林地前进。下一段仍以裸岩和碎石为主，脚下起伏比前面更为密集。跨越石缝与倒木时，重心需要随着地形不断调整。不对，还没到还没到单口啊。狭窄通道把队伍拉成前后顺序，彼此保持可以照应的距离。跳得太危险，用转身就好了，就正面转过去就好了。你就转过去就好了，你转那边啊。队员在较高的岩阶前互相等待，确认每个人都能顺利通过。好吗？再一次啊。好了。OK， 不会了。随着植被变密，溪床路线也逐步衔接进山林。这边好了。好哟，这是什么路啊？路啊。这路啊。这是路。要走上去哦。这是路。
进入树林后，路面改为落叶、土坡与零散石块。虽然少了大石阻挡，松软落叶仍会遮住树根与坑洞。坡度持续增加，行进时需要更靠近内侧山壁。脚步在树根与岩块之间寻找支点，速度比河床段更加稳定而谨慎。光线穿过树冠后，山径出现一片明显的红色落叶。发现山会什么？哦，我们现在讨论下礼拜的行程。色彩的变化让沉静的林地多了层次，也成为途中少见的景观。重装啊，你看一下练下重装了吧？你这样重装是不是就可以跟他们一样呢？队伍短暂停下拍摄，保留这段季节性的山林色泽。还以为要烧蓝重新起步后，红叶坡面仍沿着山径向前延伸。人家说我们来烧蓝色。我叠一下。猜猜这是哪？猜猜。结果这都发现。我布置一下。队员一面前进，一面记录，直到林相重新回到较深的绿色。对啊。可是上面会冷啊。对啊，就是现在上面温度比较低。你穿短袖回去又感冒了。好了吗？受伤。好，走吧。接下来的坡面明显陡峭，双手开始频繁协助攀登。你有没有手套？这边拉绳子哦。岩壁、盘根与土坡交错，能抓握的位置成为主要支点。绳索出现在最陡的路段，队员先稳住上半身，再逐步抬升双脚。通过绳索后，仍要跨越外露树根与狭窄踏点。坡顶的视野被大型树干与交错枝叶占满，队伍再次放慢脚步。你不是挂在手上吗？对啊。然后就被杯子了。啊，今天仪式也太高了，我才丢一个杯子，你就丢一个单杖。镜头在树冠间停留，让刚才紧凑的攀爬有一段安静的过场。这路线偷吃东西哦。你在哪边掉都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应该受伤才对，因为真都怕这个。这段素材在林间结束，旅程仍然继续。